朱雀3号火箭的回收失败，最着急的仍然是中国军方。对于想快速组建低轨卫星的通信网络来讲每一星期都是宝贵的。通过这次回收失败，我们来揭开他们背后有一个中美之间巨大的太空资源竞争战。在12月3号，中国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内部叫东风厂区，他在做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火箭发射，这儿呢步子迈的比较大，他越过了煤油阶段，直接上了液氧加这个甲烷。结果呢，发射成功了，但是在回收的时候出现了燃料的不正常燃烧，爆炸了，也算是失败了。可以讲发射成功，回收失败并不圆满，但是他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你就是马斯克那个卫星猎鹰9号前3次不也失败了吗？通过这件事呢，我们必须要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这次的大客户，也是最着急的。他目标只有一件事，中国版的星链要快速完成组网，现在也只完成了1%。通过俄乌战场，我们清楚，星链在这个战场中制信息权是核心作用。在这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天上的军事卫星分为3个轨道，最高轨道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广角镜，它给你提供的是无线电信号不间断的输出，但是有个缺点，它无法做到高清无码。那你怎么实行这个目标呢？你必须得用那种低轨的近地卫星才能实现这一点，而星链它就完成了。你比方说俄乌战场的任何一个装甲车、坦克的移动它都能做到尽收眼底。除了看动态你还要看到清晰，清晰到什么程度？你比方说一张报纸，它的日期到底是昨天的、今天的，你得精确到厘米级。在实战阶段，那就是要应对欺骗战。在战场有很多那种模型，你看着是个装甲车当你一发炮弹打过去，发现那是塑料的，你这不上当了吗？你还把你的发射阵地给暴露了。所以说，要这种星链级别的信号，多媒体、高清无码，你才能知道这不就是个充气货吗？你就不上当了。正是因为这种不可替代性，美国的五角大楼是星链的第一大客户。它的目标呢，一共是实现4万多颗卫星的发射，现在已经完成了8000颗了，而且它的速度呢，按照2024年一共发射了143次，每次可以带30多颗的卫星。根据今年的目标它是要发射160次。这什么概念呢？相当于2.7天它就发一次，是吧？这个频率实际上比很多中年人的性生活还要频很多人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的。但中国就很着急他也想建立这种高清无码的军事图像供给，那只能靠自己的星链，是不可能卖给他的。但问题是中国有2大网络实现这个目标，一个叫做国营企业叫中国星，这个星是中国卫星通信网络集团国家队，它的目标是要发射16000颗卫星，现在发射了不到100颗。另外呢，上海机构民营公司有一个叫千帆计划，它的目标是8000多颗卫星，现在才发射了几十颗。你看，离这个目标还远着呢，为什么这么着急呢？那还是一个资源稀缺性的事儿。按照国际电联采取的模式，它叫做先到先得，就是这种低轨卫星位置、轨道和频率你只要占了，别人就不能再重复利用。所以说，马斯克实际上是在为美国跑马圈地，钱谁给他的？不一定是股民，而是五角大楼的订单。实际上他是为军方干活的，军方是他第一大客户。那中国能不着急吗？
如果接下来要武力收复台湾，你要看沙滩上那些坦克到底是模型还是真的啊？任何一个连级单位的调动，你都必须靠低轨的高清卫星给你提供信号支持的，所以它得赶紧需要什么？把这目标已经生产或者即将生产的1万多颗卫星，谁能给我送上去？昨天节目咱们讲过了，中国的国家队是长征系列火箭，它这长征火箭商业任务已经排到了2027年，这已经是2年以后的事了，所以它不得不推动民营资本，大家都来开发这火箭，最好是可回收利用的，咱们把这1万多颗卫星打上去，快速组成这个高清无码的军事间谍网络。所以民营公司它叫蓝箭科技。我们了解了中美之间太空位置频谱的紧迫性。第二个，那就是这次在技术上它为什么是爆炸了？在这儿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目前世界上3种常用的火箭动力模式。这个就跟汽车一样，你到底是油的、电的还是油电混合的？目前火箭分为3种，最常见的包括猎鹰9号使用的就是液氧加煤油，这煤油常温储存它就可以。它也有个巨大的缺点，就是它会产生积碳。虽然说这个煤油已经比这个航空煤油更加纯化了，但它仍然会产生积碳。这种积碳每发射10次左右，你就得完成1次清理，这个耽误事儿吧。第二种模式属于叫绝对的高精尖，叫做液氧加液氢模式。目前是日本在使用。这个模式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劲儿大，它主要是为那种深空探索准备的，就是那种高轨卫星用这种模式，它不太适合循环利用。既然中国军方需要的是一个定期穿梭的空中巴士你不每周你都得给我往上发卫星，你必须得采用可回收那剩下就只有一个选项，液氧加甲烷。那通过这次图像呢，我们发现它是在回收的过程中发生了极端燃烧。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款甲烷的模式，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太好控制温度。因为甲烷呢，它的沸点在-161.5度，你得把握精确。如果温度一高它就会急速的膨胀爆炸，功亏一篑。我想这可能是本次爆炸最大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呀？因为你摆脱地球引力，火箭往上发的时候，火箭本身是冷的，你火焰是往后。但是当你回收模式是采取一种刹车，你从天上往下降的过程中，你在喷火，实际上不是起刹车吗？这个火焰就实际上是在往上的，它呢被自己喷出的火焰实际上是淹没的，这个就对它的甲烷的设备的密封形成了巨大的考验，温度哪怕差上那么10度它就膨胀炸了。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燃烧室。煤油燃烧室压力并不大，但是甲烷的燃烧室压力是极大的。如果说你的制作工艺或者燃烧室的材料不合格，然后呢，它就会产生爆缸，类似于咱们车开着开着，啪，突然停了。在火箭也有这种爆缸的问题。所以这2个情况是最大的可能性，具体的呢，中国可能也会保密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军方既然着急没用，你仍然要投巨资让大家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民营企业赶紧试验你们的可回收武器，和美国的太空竞赛一直会持续下去。实际上除了这2大玩家，目前俄罗斯和欧洲都有这方面的考虑。通过这次俄乌战场，大家都看清楚了，你靠商业去买这种高星的目标是非常难的，你还是得自己有。好，关于这次朱雀3号火箭的回收失败以及天阙发动机的技术难点，如果您有自己的观点，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我另外一个频道大卫观点讲到了川普执政1年来，他有一个心心念念的目标，那在他任期内能否实现呢？如果您感兴趣，欢迎关注大卫观点。这两个频道我们每天都有更新，欢迎您打开小铃铛。再见。